could be the beauty and I could be the monster. I love you since this morning, now just hold a step. Hello， 我是阿肥。我旧的台湾原厂它没有开放408升级 Focal 的音响，导致原本408的用户买到最高阶的也只能使用原厂最阳春的 PSA 喇叭。等等 ，PSA 还不是6颗，后门的那2颗还是 Made in China 的这一个超薄的喇叭。而且据了解，在国外 GT 系列以上选配 Focal 的价格仅只要675英镑。就算加上了20%的增值税，也只要810块英镑，相当于台币34000多块。我只能说，原厂压价钱好像压错地方了。对，导致408的车主在多数的音乐下面都是差了一点的那一种感受。这一集我会一步一步的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几点。第一个，408原厂的这个套装，还有升级亚麻这个套装的差异。第二个，音响该怎么样子升级才对？首先，我们要来先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你的预算至少要花多少钱？我来算给大家听。首先，原厂饰板的购买，408的车型因为6声道升级了10声道，所以它的饰板也有所不同。Focal 这一套饰板在前面高音的位置一对 A 柱饰板，还有在中置喇叭的地方也多了一个中音喇叭的喇叭罩，在后门的部分呢也多了这2个高音的喇叭罩。那基本上台湾目前官方是没有办法订购得到这一套的饰板，只能透过材料商从国外来订购。A 柱2支中音的盖板，后门的2个高音盖板。坦白讲，这几个盖板含金量最高的就是它在喇叭上面有 Focal 的这个 logo 名牌。这一个专属造型呢，阿肥是觉得只能说它是信仰价，整套目前全新的找人家订饰板至少要到6万块左右。我个人自己是觉得不是很便宜所以有爱再买。当然，如果你们可以自己发订，或是在国外的二手拆车的网站有找到的话，那自己进口进来可能就会比较便宜。再来就是408原厂 Focal 的喇叭部分，高音的喇叭4颗，门板的喇叭4颗，再加上1颗中置的喇叭，还有它的 Hi-Fi 的扩大机，以及它的专属低音炮跟它的螺丝，进口进来要价差不多落在58000元左右。那我这一次后换的 Focal 亚麻系列呢，我选择 PS165F1 2套，中置的 PS165F31 中音喇叭1颗，再加上蓝点的 DSP 扩大机以及它的备胎低音炮，光设备这样子差不多花了65000元左右。原本连备胎低中音的部分，阿肥是也打算用亚麻系列的，但是原厂没有出，又只能自己做。可是呢，阿肥实在太忙了，又觉得那个备胎的空间呢，去升级亚麻系列的效果可能也会有限，那可能变成要将就去选择超薄的那一种喇叭型。那原厂的这个 Focal 饰板以及呢你后面升级的喇叭，整套加起来差不多就落在12万到13万之间。我相信这个价格应该已经会先劝退了一些朋友，而且还不包含你安装的这个工费以及 DSP 的调音费用。完蛋，这一集是不能给老婆看到的系列。好啦，那讲到了刚才那个 DSP 调音如果你们对于阿肥这个安装亚麻系列以及调音这个喇叭的过程有兴趣的话，在下方留言再跟阿肥说，我再考虑再拍一集出来跟大家分享。再来说到的就是它差异个人感受的部分。首先坦白说，用录音的方式真的非常的难去呈现原厂的 Focal 的喇叭以及亚麻的喇叭的这个差异，所以我的这个音乐有经过一些后期的调整，让你们听到的声音呢是比较趋近于自己坐在驾驶位，对，我有调成那个所谓的皇帝位的这一个感受，让你们去稍微体验一下。那我等等最后面再播放给你们听。原厂的这个 Focal 喇叭是采用 Polyglass。我认为它应该是叫玻璃纤维质不过它好像是说什么玻璃为珠。它给我的感受呢，整体的声音变高了，高音的部分呢，人声变得非常的透彻。后方的高音喇叭以及中置的喇叭呢，我觉得是补强了整个在高音上面的音场，让你整个的声音呢变得非常的立体。那原厂自己呢，它的 Hi-Fi 扩大机是采用低类的扩大机。那有些人说声音听起来人声会有一点干但我自己个人感受是觉得它的人声变得很清晰。与原车比较起来呢，我认为是大概35分提高到了85分、90分的这一个差距。而我自己后面又再换了这一套喇叭呢，它是亚麻系列的，就是上下层是玻璃纤维布，中间有一层亚麻材质这样子夹着的。人家是说它是平价版的乌托邦，就是 Focal 最高系列的那个的平价版。那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呢，我自己认为亚麻系列它在人声的部分口语感非常的清晰。
口语感就是好像那个人在你的面前那个吞咽换气，它的整个这个声音的痕迹都出现。而音乐中这一种乐器的部分，会感受到每一个乐器所发生出来的这一个轨迹。而我自己最后面是采用半主动分音、D 类的 DSP 以及 AV 类的扩大机，为的就是想要发挥亚麻这一组喇叭的特色，让人声变得更加的温润。这个搭配没有对与错，都是自己个人的感受，自己个人的选择。那详细的话等等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是以跟原本原车的喇叭来做这个比较差异的话，我认为可能会到95分的这一种落差感。好，话不多说，接下来就直接让你们听听看音乐吧。先不讨论原厂电脑设定的这一些问题单以换上喇叭之后的感受来跟你们分享的话，喇叭你如果没有一定要有原厂 Focal 的这个迷思的话，亚麻系列的整体的表现有一个落差的碾压式去对比原厂的 Focal， 所以个人觉得如果没有预算考量的话，你们就可以直接上亚麻系列的。一刚开始想选择升级音响的朋友，一定会有过程，就是我要升级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店家，他就会跟你推荐，你直接就可以去换一组喇叭就好了。但这对也不对。首先呢，我来从头说起，在车上的这一个环境是世界上面最烂的聆听环境。我们的挡风玻璃它会强烈的反射高音，我们的椅子布椅它会吸收这个声音的部分，在钣金的部分呢，可能也会产生共振，还有像驾驶座也不是在音响的正中央，所以升级音响系统其实是非常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为什么不建议直接就换上喇叭呢？首先说到汽车音响的完整的组成，主机或是车机、DSP、扩大机、喇叭当中呢，DSP 跟扩大机可有可无。来这边画一个重点你们可能在看广告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功放或是瓦数。简单的说有一些车机它本身会有 DSP， 也有可能会有扩大机，本身它就是功放。等等后面来详细说明。例如一般省钱偷料的原厂车，它本身的主机它就有可能内建 DSP 功放，虽然它的功率不是很高也许可能就30瓦，可是呢，它原厂配的喇叭本身的功率可能也不高，所以它不需要额外的加装 DSP 扩大机，就可以推得动它原厂的喇叭。好，如果你今天车子就是这种状况，原厂主机只配了这个30瓦的功放给你，那你这时候呢，原本在推30瓦的喇叭非常够用，但是你升级跟阿飞一样升级到了亚麻系列，它的额定的输出功率需要70瓦，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推满这一组亚麻喇叭。那你觉得这样子喇叭还会有声音吗？会而且会跟你听到了跟原本车上的喇叭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更好听，也有可能变得更难听，因为没办法推满，你顶多只能发挥这个喇叭可能25%的这一种效能而已。那为什么你们看到的那些广告业者都要这样子推荐？原因是因为肉要慢慢割嘛，这样子才赚得多糟糕了，要被那个相关业者泡了。既然知道了这个问题，那我们第一步到底该换什么？最好的解决方式我认为就是整套一起上，没钱的话就不要上。操！有没有省钱一点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车上的车机它没有一个很好的 DSP 的话，可以先上一台后续有升级空间的 DSP。毕竟一个好的调音是比硬体音响喇叭来的还要重要的。再来才是喇叭的部分。那喇叭各个厂牌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在啦，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有特定喜好的牌子，你就去选那个牌子，或是甚至你去现场听那个喇叭给你的回馈的感受。但必须还是要讲，你在现场听可能是裸的喇叭 Free Air， 或是它是已经有定制的箱体的，那跟你自己实车上面的这一个使用环境又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一点就必须要特别去注意。因为阿肥自己在那边说的天花乱坠，什么高音很甜低音很沉这些的，那些全部都是在好小的，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接下来你就要确认你自己选择那款喇叭的功率是多少。如果你的 DSP 或是车机的功放推不动的话，像例如说阿肥自己升级的这亚麻系列，它要求的额定功率是70瓦，而我自己的那个 DSP 的功放呢，它只有50瓦而已，所以是没有办法推满的。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去加装扩大机。那扩大机它本身有分 D 类跟 AV 类，那有兴趣的朋友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呢就又选择了4声道的85瓦的扩大机，这时候呢就有办法完全的推满我这个额定功率70瓦的喇叭了。这个有一个选择的范围就是最好是你的这个喇叭额定功率乘以 1.2 的功率的扩大机。好，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可以了解到车机、DSP、扩大机跟喇叭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我车上的车机主机的功率
可以选择一款我适合功率的喇叭 ，DSP 跟这个扩大机它是可以不用装的。那如果我的主机车机没有 DSP 的功能，我想要让声音变得更细致，提升这种音感的部分，那选择去上一台 DSP 是可以的。而如果我买了一组新的喇叭，我的原车的主机车机的功率不够，我如果有加装 DSP， 结果 DSP 它的功率也不够，那我就要选择再去加装一台扩大器，才能推得动这一颗喇叭，才能完整100%的发挥出来这一颗喇叭优秀的性能。所以讲到这边，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可以举一反三这一些东西的关系了。那我自己呢，后面还额外配了这个发烧线，整个发烧线花了不少钱。那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在影片下方再跟阿肥留言我会看留言数够不够了，再看要不要额外开一集从安装过程，然后我怎么选这个发烧线，怎么配这个线，然后怎么走这个线，最后面到 DSP 我怎么调音，再一步一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啊。好了，那这一集的这个原厂的408 Focal 的喇叭，跟我后面升级的亚麻系列喇叭的分享，以及呢这个音响的基础新手选择这个经验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对于怎么购买、怎么选择对于音响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在阿肥影片留言来询问阿肥。之前还有帮一些车友订过这个喇叭，还有这个饰板，现在大家其实都还蛮开心的。只是这一集播出之后，他们可能会不太开心，要跪算盘。那这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想持续看到我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追踪我的 LINE FB， 每周的1、2、3、4、5、6日晚上的6点都有可能会上片。我是阿肥，我爱你们 ，Set， 拜拜。用心去感受真实的体验，每一个瞬间都有不同画面。鼓声的旋律在耳边响起，跟着阿飞走梦想无限的奇迹。